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慧的厨房。今天我们做经典的韩式泡菜，甜辣酸爽，是一个非常清新爽口的小菜。我们开始吧。白菜最好选择这种大颗的北京白菜，鲜嫩多汁，口感较甜。我们先去掉外面的不好的菜叶，剥下来的菜叶也不浪费，可以做醋溜白菜使用。白菜先不用清洗，我们先用刀在白菜的根部切一刀，然后将白菜从中间掰开，这样可以避免将菜叶切得太小块。将白菜根切掉。传统韩式泡菜是这样整颗腌的，我为了缩短腌制时间，还有吃的时候比较方便，我今天将白菜切成容易入口的块。将切好的白菜转移到一个大的容器里。我今天用了2颗白菜，大约2600克。泡菜做好后可以存放很久，慢慢吃，所以麻烦的做一次就多做一些吧。下面用盐将白菜腌一下，少量多次的加入盐。加入盐后，充分的搅拌白菜，使每片菜叶都均匀沾到盐。再次加入白菜。将粘在一起的菜叶分开，加入盐，翻拌均匀，重复这样的操作，直到将所有白菜都均匀沾到盐。我一共用了70克盐。盐的选择最好使用无碘盐，加点盐容易使泡菜变软，影响口感。白菜记得要每间隔30分钟翻拌一次哦，这样会使白菜腌制充分。我们切一根红萝卜，先切成片，片的厚度在0.5厘米左右，不宜太薄，然后切成条。切一根白萝卜，3等分，尾部用来搅碎。其他部位先切成0.5厘米左右的片，然后切成条。韭菜切段，不喜欢吃韭菜的就换成小青葱。冬天的中国北方很难买到小青葱，那么就放些韭菜也是可以的。30分钟后翻动白菜，看到白菜已经蔫了，继续腌制。我们做一个糯米糊，50克糖，50克糯米粉，500毫升水，搅拌均匀，使糖融化，使糯米溶液没有颗粒。现在开火，中小火加热，继续慢慢搅拌。这个糯米糊的作用就是在发酵的过程中提供淀粉和糖，生成乳酸。当你看到锅底的糯米粉溶液开始糊化了的时候，调至最小火，不停搅拌。很快，糯米糊变得越来越粘稠。用刮刀贴着锅底搅拌，避免糊锅。再煮2分钟，将糯米糊煮熟。像这样，糯米糊保持流动性，可以像瀑布一样流下来，就可以关火了。放一边，放凉备用。现在我们准备泡菜的酱汁。1个梨，尽可能选择甜度高的清香的梨，用你喜欢的方式削皮。切开后将核去掉，然后切成小块，随便切一切就可以，稍后将它们搅碎。刚才留下的1/3根白萝卜也是切成小块。半个洋葱切成小块。25克姜切成小块。最后是很重要的蒜60克。我们现在需要将这一盘子的调味料搅碎。我用的是手持的搅拌器，现放乳梨这种比较容易搅拌成液体的食材，倒入鱼露50毫升，搅碎。
依次加入白萝卜、姜、蒜，最后是洋葱，转移到一个大一点的容器里，将它们全部搅打成泥。倒入放凉的糯米糊，加入1/4杯腌虾，加入辣椒粉。这里辣椒粉的用量要根据你的吃辣能力调整，不要一次性加进去，搅拌后尝一下。我又加了1/2杯辣椒粉，一共是1杯的量。充分搅拌均匀，放入韭菜，搅拌均匀，放入胡萝卜和白萝卜，搅拌均匀，酱汁就做好了。我们现在看看白菜腌得怎样了。我们能看到容器底部有很多水，评判的标准是这样弯曲白菜帮，它有韧性，不会断，就是腌好了。我一共用了2.5个小时。一定要将白菜腌制充分，没腌透的白菜做出来的泡菜，白菜会继续出水，泡菜就会越来越水水的。现在我们去冲洗白菜，冲掉多余的盐分，要冲洗3次，然后将白菜沥干水分。为了减少制作时间，我使用了蔬菜甩干机。这是我在 IKEA 新买的。甩干这种细小的菜叶，建议使用一个屉布，避免细小的菜叶从孔洞里钻出来。甩的不是特别干，这个甩干机不推荐购买。我用过其他某宝上的无名甩干机，效果和操作性都比这个好。下面就到了最后一个环节啦，将酱料和白菜混合在一起。建议戴上手套操作，以免辣到手。用手搅拌会保持蔬菜的完整性，而且搅拌得均匀。忍不住先尝一口。好吃，爽脆可口。刚制成的泡菜没有酸味，酸味的来源是经过发酵后自然产生的。将泡菜转移到可以密封的容器里。泡菜建议制作15天以后才食用，经发酵生成的乳酸菌会使泡菜口味层次更加丰富。用纸巾将容器边缘擦干净。室温放置1天，加速发酵，然后放入冰箱低温发酵。新鲜制作的泡菜今天晚上就可以吃啦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。如果你喜欢这支视频，请你支持我，订阅我的频道，并给我点个赞，谢谢您的观看。